好，我们来干活装药盒。哟，有一个人了，掀沙发，你这个速度很快嘛？嗯，先来这个吧，飞落地平。大家这周末有什么好玩的事情没有？晚上好，晚上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昨天折腾这个360度全景视频的事情。呃，首先呢，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占空间了啊，待会儿需要把所有的这些视频都处理掉。然后第二个呢是，呃，这个8K 50帧，我拍摄是8K 50帧，但它呢其实是这样，就是它是俩摄像头，正面 4K，背面 4K，它是这么个8K。而且呢，这个大疆呢还玩了一个特别邪门的事儿，就是人家的那个摄像头呢都是长方形的啊，4:3的，然后呢，大疆呢做了一个正方形啊，所以它的摄像头利用面积要比Insta360要稍微大那么一点点啊，所以也算是一个稍微的投机取巧的地方吧。网上呢都说8K 50帧的视频呢会过热啊，但是我并没有发现。我前面呢去骑了1个小时啊，录这个8K 40帧，也没什么问题啊，就是一直就录下来了。我这次录了20多分钟也没毛病啊。像有些人说这个8K 50帧，大概要录到可能10几20分钟就会过热啊，我没发现。然后呢，在这个上一次这个长安街骑行视频里头呢，我就给大家做了一个固定机位啊，就是叫人头跟踪。然后很多人就说，哎，可以上360度的，原来还不知道，说那就折腾一次呗，可折腾死我了。这个首先呢，需要在电脑上用这个叫什么来着？用这个大疆的 APP 进行导出啊，叫 DJI Studio 啊，用这个东西导出。然后那个 APP 做的只能说简陋啊，没有任何其他的词语可以去形容它了，极其简陋。然后去这个什么呢？就是大疆的这个导出的时候呢，你可以要去选，说我从哪儿导到哪儿，然后这个去选这个智能融合啊。它如果是直接融合的话，它边上会有一些不是特别融合的好的地方，但是智能融合呢就会很慢啊。它因为每一个边缘它需要重新算。我说那既然都导了，咱就智能融合呗。所以我就选了个这个啊，这个我现在都是先录个视频，把这个要说的话说了，然后让我太太去剪，剪完了做字幕，然后呢，我就把字幕文件跟这个声音的 MP3文件导出来，再在这个骑行视频里头呢，找到同样长度的一段啊，然后再把这个声音贴上，把原来那个去掉，把声音贴上，哎，然后这个都处理完了以后呢，再去这个做一次导出啊，就是8K 50帧。我说我拍都拍了8K 50帧了，那我导出我得导8K 50帧啊。结果好啊，这个导出的过程居然用了我5个小时啊，这个实在是非常吓人啊！而且这5个小时都是这个什么呢？就是风扇在呼呼的响的5个小时。啊，这个终于导完了啊！它反正就是你能看着它没死机啊，是在那儿导的。终于导完了以后，然后打开一看那个文件，我的天呐，50G，50.1G 啊，这个实在是有点太夸张了。像我正常的咱们做一个20多分钟的视频的话，我们是4K 60帧啊，大概是呃5、6个G 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水平，或者有的时候6、7个G 啊，这个，但是这个8K 50帧的
视频51G 啊，50.1G 啊，这个实在是有点太过分了。然后上传啊，上传呢是5个小时传上去了。我是昨天晚上挺晚开始传啊，然后说那还有5个小时传吧。传完了以后呢，这个YouTube 需要干嘛呢？需要重新编码。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我们传上去的是8K 50帧，对吧？然后呢，每一个人看的时候，你的网络速度不一定，所以呢，它需要重新去编码，它要编什么480啊、720啊、1080啊、2K 呀，对吧？30帧的、50帧的啊，它都要编码，都要重算一遍。然后呢，也难为 YouTube 了啊，YouTube 整个编码过程跑了5个小时，然后就说我现在开始检查了。然后到早上起来，我起床发现没检查完啊，说我们还在检查。但是呢，到8点半这个视频也被公开了，我就在群里问大家，我说你们看着广告了没？啊，说看着了。我说那就看着了就行呗，等着看看明后天的这个收入怎么样吧。告诉大家，到现在为止啊，已经24小时了，这个视频 YouTube 依然没有检查完，还在那儿检查呢。啊，这个实在是有点忒夸张了哈。这个鲈鱼的这个问了 ChatGPT 哈，不是防腐作用，那你想说什么呢？对吧？你觉得他这个是做的对吗？对吧？你非要说这么一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老范，你传的360视频不太清晰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我呢自己上去看了啊，你在1080P 上看呢，确实不太清晰。但是你如果开4K 50帧的话，是极其清晰的啊。但是前提是考验你的网络情况。你如果网不够快的话，你这个4K 50帧你看不了。你们来了都不点赞吗？对啊，都点赞啊，一定要点赞啊。然后我最近也在收拾电脑里的文件，天呐，真的是等待中度过。问问老范，会员频道能给素人们讲讲文件管理吗？我现在已经开始趋向邪修的文件管理了啊，所以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别回头坑了你，对吧？我现在的文件管理是交给这个 ChatGPT 的啊，其实是主要是交给谷歌的啊，谷歌和这个 Anthropic 让他们去干活的。但是这个过程呢，有时候会丢东西，但是呢，我的所有重要文件都在云端，所以呢无所谓，我就让他们干了。例如说，如何估计一个文件多久传完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这个一个文件多久传完呢？是，呃，越大的文件越快。就是对于这个文件传输来说，最害怕的事情是一大堆小碎文件啊，这个事儿是绝对的噩梦啊，因为你每开一个文件的时候，它需要去创建文件、分配空间，然后确认权限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麻烦的。如果你是一个特别大的文件，比如说我一个文件好几个 G 啊，然后呢传一下过去，那就基本上算你的存储介质时间或者是网络介质时间就完了啊，跟其他的就没什么关系了，对吧？只要你文件是够整齐啊，都还是比较快的。而且你有的时候传的慢呢，是你的存储介质有问题。你比如说，你从 Mac 的那个硬盘往这个机械硬盘上传东西，
对吧？那就必然会慢，因为机械硬盘本来就慢。就是咱们 Mac 硬盘是很快的啊，这个你像我这个，你要是想向这个 NAS 里传东西，那个速度是会下降的。我们家里因为都是无线网啊，所以往 NAS 里传东西的速度大概是1秒钟4兆还是6兆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速度。因为也没有上更快的这个无线路由器了，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像我一般传一个10几个 G 的文件上去啊，像因为我这个做4K60帧的这个录制嘛，我一般录完了的视频20分钟大概是17个 G， 传上去呢应该是3分多钟吧，4分钟，我觉得都还好了。我现在真正需要等待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先选题啊，选中题目以后呢，我会写一个这个可能400-500字，有时候500-600字的一个问题列表。然后呢，这个我会把这些问题交给 ChatGPT 去做深度研究啊，在这个时候大概是需要等个20分钟到30分钟的啊，这个我就会离开电脑出去搞点别的去了。对吧？或者是处理一些其他的事物，这个是我现在这个需要等的时间最长，而且是就我一般不会坐在那儿等的一个事情。我这边选项只有1080 50帧，没有4K 选项啊，那说明你的网速不够快啊。如果你网速不够快的话，它就不出那个选项。对于西贝罗永浩这事儿，我认为西贝唯一错的就是太贵。至于卢仪那一大堆什么这个是为了保水，好吧，这个保水不算防腐哈。这个我觉得啊，西贝这次最二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完全的自杀，对吧？这个有些公司啊，特别是这种草根公司呢，他的老板特别强势啊，就一切都要用自己的名字。你比如说，我原来认识一个哥们儿呢，叫赖林峰啊，林呢是上面一个雨字头，下头呢一个树林的林啊，枫呢是一个就枫树的枫吧，一个木字旁一个大风的风，然后他做的产品呢叫雨林沐风，对吧？他就是这样的。你像这个董明珠啊，他就要这个做的这个格力的一些东西呢，就要叫董明珠生活馆，就是他们这种老板呢都是这样。你像西贝其实也是这样，这哥们儿姓贾嘛，贾国龙嘛，上面是个西，下边是个贝，就他这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就是所有这些人呢，都属于特别的刚愎自用。原来讲的说罗永浩这事儿呢，本来啊也不是特别占理的事儿，对吧？他也有胡搅蛮缠的地方。但是呢，贾国龙搞了一个说你自己进来看吧。结果看完了以后呢，一看哦，这个西兰花24个月的存储期，对吧？所以他们说，哎呀，这个儿童餐的这个寿命啊，比儿童的还高，对吧？因为儿童有可能还没活到24个月呢，你就能吃到24个月的西兰花了。啊，他是这样的一个很二的事情。贾国龙呢觉得我都制定好标准了，这东西就是这样的，对吧？我特别骄傲，这个我可以很高效的让大家吃到饭啊，而且呢还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其实叫什么标准统一吧。他呢在这块算是对餐饮工业化吧做了一些贡献，但是呢他没有想过说这些东西在普通民众看起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他下边人就算是发现了，也没有人敢告诉他，对吧？这个就是这样的，就跟那个最后元首在这个地堡里头指挥了一大堆不存在的师在那指挥战斗，然后没有任何一个将军敢上去告诉他说对不起，这些师已经被歼灭了，对吧？所以就最后这个事儿闹成这样，基本上是贾国龙自杀了。来了，点赞啊，欢迎。再请教一个问题，想把微软 OneDrive 的照片这个搬到谷歌去，有啥简单方法吗？好像没有。
据说是网上有一些这个同步工具啊，但是我自己没试过，因为我现在的那个照片管理工具是我的 NAS，所以我已经没有这种需求了。我现在是在把以前直播回放从视频号上下载下来，然后再传到谷歌云盘上，慢死了。这个2个G 的文件，90分钟的视频，这个上上下下倒腾好久，不应该啊？你是下载慢还是上传慢呢？而且呢，这个是这样，就是，呃，你不需要等它上传啊，像Google Drive 就是你直接在这个视频号上把它下下来，比如2个G，按道理说的话，应该也就是个1-2分钟啊就下下来了。然后呢，传上去就是拷贝到你本机的这个 Google Drive 上就完事儿了，你就等着它慢慢传就完了，对吧？你晚上睡一觉，早上起来就传好了。2个G 按道理说，你在美国的话，传上去的速度应该是非常快的，可能也就是个4-5分钟或者5-6分钟就上去了，应该不是网速。我看其他4K 60帧都没问题，那挺奇怪。像我这儿是有4K 60帧，你再看一次，你是不是太早了？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 YouTube 可能自己还没处理完。因为我今天是在我的电脑上试了一下，肯定有4K 60帧啊，这个是没问题的。我倒是不介意等啊，就是要定个闹钟回来。有时候这个不好评估到底多久要回来，你为什么要回来呢？这事儿我就没搞懂。你让他干呗，干完了你就睡觉不就完了吗？老板太自信，最好不回应，是这样的。今天玩什么游戏？哎，还是在那倒瓶子呢呗。这个因为上次倒完瓶子，这个大家实在是不爱看，所以我就不跟大家去演示倒瓶子了啊。哦，对，这2天去试了试那个什么啊，纪元117，啊，因为正好在可以试玩嘛，而且是可以试玩到9月16号啊。就是第一个呢，我是纪元系列的忠实粉丝，所以已经下单买了。这个纪元1800是我最爱的游戏之一吧。等我什么时候不更视频了，我就要坐下来把这些游戏好好打一打。只要我继续更视频，就没空打它。然后呢，纪元188在整个的游玩过程呢，基本上跟纪元1800是没有太大的区别。啊，你基本上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纪元1800的一个换皮包。但是呢，它在故事啊，在这个文案啊，以及呢这个画面上啊，画面精致程度上，有了巨大的提升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游戏，我觉得也挺好。你像这个什么兵器时代，从这个1升到2的时候，那个玩法全变了，这个就让我很无语啊！我就想玩原来那个玩法啊，但是它整个改了一个面目全非啊，这个让我挺难以忍受的。就是这个，你又没法说创新了一个特别好玩的玩法，这个其实挺难的。就是游戏这种东西呢，分几个组成部分吧。第一个呢是故事，第二个呢是玩法，第三个是数值，第四个是操作，对吧？它是再加上第五个可能是有这个美术啊，大概是这样5个组成部分。这个里头啊最难做的其实是玩法，因为没有那么多玩法可以让你去创新。现在其实大部分玩法都已经被创新过了。原来有人说去玩那个什么17173那种小游戏合集啊，整个玩完了以后，你基本上不会看到什么新鲜玩法，最多的就是把这些玩法拆碎了，然后再进行重新组合而已。而这个故事和这个美工呢，是就是长期玩下去你会有感受啊。美工可能一开始有感受，但是故事你一定要长期玩。你如果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的话，故事其实是不太容易一开始抓住人的啊。数值的话是这个，如果配不好啊，至少不影响初期体验，对吧？这个
但是呢，你的长期留存数值调不好肯定是有问题的。操作呢，你像手残党啊这个事儿，你要考虑是怎么来照顾我们。其他的其实问题不大，有些比如说像宫崎英高这种，我就是要折磨手残党，我就是要把最后的这些人让他们啊这个折磨他们啊，这个也行啊，也算是一种选择吧。所以游戏呢就是这么多个组成部分。你像这个纪元117呢，就是玩法没变，故事变了啊，这个数值呢其实大差不差，因为它那套数值本身已经非常非常的复杂了啊，你再做的再复杂，其实意义不是特别大了，所以数值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就是故事和这个美术啊变了，而且美术呢变得非常非常的这个叫什么呢？精细啊，就是做的很漂亮。因为现在这个显卡呀什么这些设备也提升了嘛，啊，继续用这个原来的美术肯定是不行了。老百姓不能接受的东西，得看到好处，得时间消化。20年后再看预制菜，都没人会觉得是个事情啊。这个在中国还真不一定。你像老外吃罐头吃的很开心啊，但是中国人其实是从来不吃罐头的啊，或者也不叫不吃吧，就是中国人一直觉得吃罐头这件事儿呢是一件挺丢人的事情吧，或者说我能不吃罐头就不吃，它是这样的一个玩法。哎，刚才忘了开这个了。所以预制菜这个事儿呢，污名化以后可能就永远也回不来。我是不是来迟了啊？稍微晚个20分钟。我今天也玩纪元罗马，确实不错啊，这个还可以。苏七那次小米公关就值得学习，是的。但是呢，就是小米公关那一次以后，我其实不喜欢。为什么呢？就是苏七那一次以后，等于大家就不出来了。特别是这一次把王腾干掉了以后呢，这些人就不出来了。原来呢，雷军还定期直个播呀，跟大家聊个天啊。现在呢，就完完全全的成为了一个这个标准的企业少一点，现在成了一个标准的企业宣传号了，是吧？每天发一条早上好、晚上好，完事儿了，是吧？这个其实是挺不好的。我们还是喜欢啊，雷军说：“我来表演一下这个睡工厂了啊，我来这个叫什么了？这个表演一下在工厂里边打螺丝了，或者是这个直播一下出点什么错了啊，这个是比较喜欢的啊，比较平易近人啊。现在等于就彻底不出来了。”西贝就是预制菜的成本，产品卖的是现做菜的价格，他当然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预制菜了。哎呀，这个西贝呢，有它好的地方啊，就是它可能从工业化角度上来说呢，这个事儿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其实西贝最适合干的事儿是什么？最适合干的事儿是出海。你真到德国、到美国去，人家才不挑你这个呢。对吧？人天天就吃这玩意儿，而且你在那边去卖这些预制菜也都挺好的。但是他呢，非要在中国，对吧？这个特别是消费降级的时候去跟你讲这道理，这不是扯淡吗？这个 Gemini 的那个香蕉处理图片功能的确非常棒，还免费修图一流啊！这个你像我都是付费使，这个，但是呢，现在都是用这个叫什么来着？用的多一点啊，用这个叫做什么极梦4.0啊？因为什么呢？极梦4.0写中文写的很好，而且啊。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禁忌啊，像那个，你比如说吧，你让这个香蕉你去做一些
事情呢，他就说对不起啊，这个事情违反了我的规定，我不干了，对吧？然后呢，有些你比如说让香蕉画这个，有一些东西他就不给你画啊，但是呢，你让吉梦画，他就给你画了啊，特别是一些跟版权相关的事情啊，这个香蕉还是挺严格的。但是你比如反过来，哎，你说我给我画个罗永浩啊，他就吉梦就不干了啊，说这个对不起，不给你画了啊，违反我的政策了。然后你到香蕉上去画，其实还是给你画了，香蕉才不知道罗永浩是谁呢，对吧？好嘞，所以我现在呢两个都在用。是的，我就是这个鄙视罐头的啊，除非是那些必须腌制制作的烹饪手段，沙丁鱼什么的，但其他的就真的无法接受。是的，中国人就是鄙视罐头。你像在西方国家里，他们每年消耗的罐头量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们在一顿正餐上啊，拿出罐头来，也不会觉得家庭主妇是一个这个偷懒的人。但是你在中国的话，如果在正餐上突然掏出一个罐头来，你就会问他：哎呀，你们家主妇是不是最近比较忙啊？对吧？他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下载一个腾讯视频的直播回放要半个小时，2个G 30分钟啊，那你这个太慢了。你可以让国内你的小伙伴帮你下完了以后呢，让他直接给你传到那个谷歌云上，不就完事儿了吗？国内下的应该快，而且呢，这个千万不要去设闹钟啊，这个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是写脚本，对吧？自动化的其实开始下一堆。而且如果你有腾讯视频的后台的话，你按道理说应该可以自动化的让他们都下来。这个，但是我因为没用过他那个后台啊，所以我不是这么了解。搞定。这个看什么时代，80、90年代罐头还是很高档的，也一般啊。这个，除非是你平时吃不着的东西，你只要是能吃到新鲜的，你都会觉得用罐头是挺丢人的事儿。日本的便当也是啊，便当我还真没感觉。可能是我妈的影响，她总说罐头和方便面是穷了没办法才吃的东西啊。我们家有罐头的话啊，她就怀疑是不是混不下去了。我娃他奶奶就是罐头爱好者，美国什么罐头都有，一切皆可罐头，鸡汤、面条，你面条做成罐头，它不泡烂乎了吗？蔬菜汤，这种汤类的，你做成罐头，它不会，比如说跟这个铁皮发生点啥反应吗？这个我比较难以想象啊。和老范聊天很开心啊，总能让我发现我没想到的东西。好吧，这个咱们是说 Gemini 和极梦的这个限制是吧？各有各的缺陷啊。现在刷抖音刷3条5条就是1条直播，我也不看直播。抖音在推直播嘛，直播变现啊，对吧？只有直播才挣钱。你看了那么多短视频，人家不挣钱啊。你上个视频争议挺大，可以聊聊哪是上个视频啊？你得说名字呀，对吧？你不说名字，我哪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来了啊，今天来晚了啊，没想到后半夜还赶上老范直播了，这怎么算后半夜呢？我们一般认为是这个，凌晨2点往后或者3点往后才算后半夜呢。罐头内层可以贴塑料膜，哎，这个听着就不那么健康。我还是喜欢那种就是油封罐头啊，就是你把罐头起开了以后，里头都是那个凝固的动物油脂，啊，那个玩意儿感觉才很香。我印象里，我们家吃的最后的罐头大概是豆豉鲮鱼罐头，啊，那个玩意儿呢确实是挺好吃的，但是后来呢也就不再买了啊。
反应是不会的，就像可乐不会和易拉罐反应啊，里边有一层薄膜，好吧？嗯，罐头的目的是打仗或者饥荒，除了老美饮食，这个也没有，欧洲人也吃的东西。日本人吃不吃罐头，我还真不太了解。但是美国人我知道是吃罐头吃的很凶残的啊。罗永浩大战贾国龙背后真相当90%的啊，这个有什么争议呢？你可以把争议说出来啊，对吧？你觉得哪儿不合适，你告诉我，然后咱们可以讨论，对吧？你说，哎呀，你那个视频争议挺多，但是我看到是95%的人在点赞啊，我觉得没啥争议啊，对吧？大家都很支持我。吃过新疆番茄丁罐头啊，这我还真没吃过。你就不想买新鲜番茄了啊？坐标广州，我确实看到这个抖音上在卖这个东西啊，但是我从来没有买过这个，下次可以试试。但是罐头它挺大一罐，你开完了以后咋办呢？这个是我比较麻烦的啊，因为你还得再找容器去装它。罐头挺好的啊，锅里放个肘子罐头，加点水，直接就是一个汤。这不需要，我们都是直接去山姆买他们家的这个现烤的新鲜肘子啊，那玩意儿挺好吃的。然后我们家楼下还有一家店叫日欧肉，它那个名字叫日欧肉。然后呢，专门是这个就是炖猪蹄儿、炖肘子的一个店啊，做的巨好吃。而且呢，当时他们讲的是什么？就是炖的时候呢，一定是一层猪蹄儿，一层肘子，一层猪蹄儿，一层肘子，啊，因为呢，肘子里头呢是有肥肉的啊，它那个油呢会出来了啊，炖出来以后进猪蹄儿里，而猪蹄儿呢全是皮嘛，里头有大量的胶原蛋白，炖出来以后呢进肘子里啊，然后这样炖出来的才特别好吃。那家呢，老板原来姓许啊，叫许什么我忘了。他呢原来是这个北京应该是最早的一个炖肉店或者叫熟肉店吧，叫屠虎坊还是叫什么啊？是那儿出来的伙计。后来呢，就是退休了啊，60、70岁了，就自己开了个小店啊，卖这个肘子，卖猪蹄儿，卖肘子。然后买他们家的猪蹄儿跟肘子呢，买完了以后呢，你还可以再要一袋汤啊。我们家就经常买完了以后再带一袋汤，然后呢就吃菜的时候就搁一点汤进去，然后再烩一烩，啊，那个玩意儿是真好吃。后来啊，老徐头是没了啊，现在是店大概传给他儿子了还是什么了啊？最后好像是几个儿子还吵架，啊，分家了。因为呢，他们那个店是上过一个电视节目，叫《舌尖上的北京》啊，不是《舌尖上的中国》，《舌尖上的北京》。上完节目以后呢，就特别火，就是全北京的人都叫那个闪送上他们家去点肘子、点猪蹄去，啊，然后这个大家就原来几个儿女也都自己有工作嘛，这个不愿意接他的班，后来火了以后呢，就开始抢，啊，反正我们这儿呢还留了这么个店啊，然后这个到点就去吃，然后他们是每天早上起来去这个就是买这个肘子啊，每天一定要现买啊，而且呢肘子呢都是德国进口的肘子啊，国内的不行啊，而且呢这个老徐头活着的时候讲说，我一定要亲自去买啊，谁都不能替我啊，谁也不能给我把肘子送来，我一定要到那儿去买。啊，这个为什么呢？他说这个我就要看看谁能够当着我这张老脸，然后把那个不好的货给我，我一定要去买那最好的肘子。然后买完肘子、猪蹄以后啊，炖这个，这个一天啊，然后到第二天呢，他们在卖这个东西，大概是每天中午12点开卖啊，就是你到这个快要卖肘子的时候，他那就开始排队。现在呢，就是排队里大概有一半的人是闪送啊，就是人家来替他取肘子来啊，然后这个。买完了回去就这个吃啊，像我们家一般，我跟我老婆在家的话，买一个大肘子啊，买个猪蹄什么的，够我们吃个2、3天的啊，那个还是挺过瘾的。哎呀，这个你看改赛博吃播了哈，这个好吧，啊，你说的没错，那个汤和面条以及鸡汤罐头就是那个样子啊，娃他奶奶就是这样的啊，冰箱里空荡荡的。储藏室里都是罐头，而且当年还整天阴阳我不改夫姓。我心想，你满屋子的罐头，
就是传统妇女道德了啊。对你去了，你没有跟着老公改姓哈，啊，这个好吧。豆豉鲮鱼里边的豆豉好吃，鱼就算了啊，后来的是差一点。这个后来午餐肉罐头还吃啊，梅林的午餐肉罐头还吃了一段时间，特别是涮火锅要吃。这个其实泡菜罐头也是罐头啊，我没吃过泡菜罐头。国内罐头不流行，是各地的口味不一样。我吃南方的红烧扣肉，口味吃不习惯。其实也不是，中国人还是希望能够吃新鲜的东西。忘了意大利人也用罐头，罐头中的盐什么盐渍提鱼啊，这不知道没吃过。哎，你们有没有人吃过鲱鱼罐头啊？这个可以跟我讲一讲。18067次观看，270个赞，叫95%点赞。你定义了95%，哎，你看看人家点赞的这个比例呢是这个点赞跟点彩的数算加起来是分母啊，然后呢点赞的里头是95%，对吧？那大部分人他既不点赞也不点彩，所以这270个赞里头呢，你算算大概有多少个彩吧？它是这么来算的啊，不是按总播放量来算的。所以呢，不懂这个数据统计的人呢，就不要上这儿来露怯现眼。有什么事儿呢，你就直说，对吧？我愿意当面来驳斥你啊，再把你骂个狗血喷头，还是很开心的。番茄丁罐头不大的啊，这个做疙瘩汤一次就用2罐啊，这么小吗？我看那个卖的都挺大的那罐，我觉得第一罐得有4、5斤那个感觉。一层猪蹄儿，一层肘子，一层猪蹄儿，一层肘子。隔着屏幕的哈喇都流下来了，绝对的赛博吃播开始了。这个番茄罐头比新鲜番茄好，汤汁儿很多用，没法买，什么意思啊？这个长得歪瓜裂枣的这个番茄煮的，番茄味儿更浓啊，这还真不知道，没试过。说吃的话题特别踊跃啊，绝对的。这个陶罐腌制的咸菜啊，不都属于泡菜吗？但陶罐它不应该属于罐头吧？啊，这个像我们家小时候是做雪里红的啊，这个白菜我们是从来不腌的。后来跟人尝试去学那个四川泡菜的做法，就是一大玻璃坛子，然后做那个玩意儿，效果呢一般啊，因为就是我们有时候刷不干净，它会长毛。醋呢，就是腊八醋，我们是每年都泡的啊，就是我妈每年都会在腊八的时候泡一壶那个腊八醋啊，那个确实是很好啊。这个我们是有吃腊八蒜的这个习惯的。是不是有航海传统的国家就流行罐头啊？这个也不是了，他们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流行罐头，罐头是在航海之后才有的。他们那个有航海国那个传统的国家，那边西班牙，西班牙的话，他们是说女生不学会这个100种鳕鱼的做法就没有办法出嫁啊，因为你出海了嘛，就只能去钓鳕鱼或者钓各种鱼，然后呢，你就要去学会各种各样的烹饪鱼的方法啊，你这样呢才能嫁人啊，然后才能够给这个航海的丈夫去做饭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他们其实航海最主要的就是各种腌菜。啊，然后呢，水果，鱼啊，就是这几样东西就航海了。茶叶是很重要的啊，因为当时满清还在讲嘛，说西方人的这个膝盖是硬的啊，必须要买咱们的茶叶啊。如果航海的时候没有茶叶的话，他们就死翘翘了啊。这也是当时的一个流传笑话。大家还记得罐头水果吗？啊，这个小时候生病的时候送啊，但是好像真的是。我觉得2000年以后这东西就不多见了啊，好像疫情的时候还搞了一段时间，叫什么黄桃罐头啊，搞了一段时间，再往后就真的没有了。送过鲱鱼罐头，后来绝交了，哈哈哈哈，太爽了啊！荔枝罐头啊，童年的回忆。我觉得就是黄桃罐头啊，那真的是童年的回忆。
橘子罐头小时候也吃过，但是橘子罐头经常是味道会有问题啊，就是有的时候会做坏掉。但是黄桃罐头的这个就是糖水黄桃罐头啊，那个玩意儿的品质是非常稳定的，可以试试超一星的扣肉啊，北京有连锁店铺，这个对扣肉我们家已经没什么想法了。日本有麻婆豆腐罐头，哎呀，这个好神奇，没见过啊。对，我这儿快半夜1点了，你这是在澳洲是吧？听着赛博直播感觉好，对呀，这不是挺好的吗？我们这边快要中午了，打算来个三文鱼炒米饭。我是不喜欢三文鱼熟着吃啊，三文鱼只要做熟了以后，我觉得比鸡肉还柴啊。这个你可以把米饭做熟了以后，然后把这个炒熟了以后，把生的三文鱼放进去，但是这个看情况了，有些人吃不了那东西。预制菜不是问题关键，问题的是这个调料和食材，还有制作过程卫不卫生。他们的调料食材这个事儿呢，其实还行啊，也还算卫生。但是呢，有人跑去这个西贝店里去采访，问人家说：“你这个有多少人，有多少厨师啊？”然后那店里说：“我们有20多个厨师。”说：“你这厨师有多少有厨师证呢？”说：“我们这厨师可能只有3、5个有厨师证。”然后就问他们那个像厨师长的人啊，就是领班，说：“你有厨师证吗？”他说：“我也没有厨师证啊，厨师证在我们这儿没什么用，因为呢，他们做的所有菜都是标准流程，拿剪刀啊把这袋子剪开了，往这上一放啊就做了。你说你有没有厨师证，跟这事儿有屁关系没有？一点关系没有，对吧？”还有一个笑话是什么呢？说一个人在西贝干了5年的厨师，然后去其他店里找工作找不着了啊，说为什么？你除了会用剪刀剪口袋以外，啥也不会，对吧？他就是这样的一套东西。这个来啊，我听听怎么办啊？你有什么证据证明预制菜的事情是罗永浩在居心虚备啊？你原来在讲这个事儿，对啊，你一定要讲清楚，你到底想听啥，对吧？这个怎么说呢？我需要证据吗？对吧？我也不像贾国龙那么傻，对吧？需要自证清白啊！我这个已经拿到证据了，然后我拍了这个视频了，然后我看到了罗永浩的什么东西了，我需要吗？我不需要，对吧？我只需要告诉你说，罗永浩现在在进行转型，罗永浩前面的这个叫什么呢？创业没玩下去，现在就需要去进行不断的重新获取流量，这是我需要去做的事情。对吧？我需要去证明说，哎，罗永浩签了字、画了押了，然后写了一合同，哎，我们去这个狙击虚备吧？傻吧你！范爷，麻烦讲讲17 Pro 国行和港行的区别。那个港行的 eSIM 在大陆可以用吗？这个是这样啊，港行的 eSIM 在大陆不能用，但是呢，港行的17 Pro 里是有实体卡槽的，所以呢，你可以拿回来去插这个实体卡啊，然后呢，那个 eSIM 到国外去插那个刷国外的那个 eSIM 就可以了。而且要注意啊，就是港行的 eSIM 那个17 Pro 拿到国内以后是没法去激活境外的 eSIM 的啊，这也激不活，只要在中国大陆境内啊，任何的 eSIM 只有是国行的在这个联通营业厅和北京的电信营业厅可以激活，其他地方都不行。话说啊，我家储藏室还有好几箱疫情期间囤的这个罐头啊，也不打算扔了。你还要看一下，罐头是有保质期的啊。计划以后给孩子们看看老爹当年经历了什么。这个罐头保质期过了还是要扔啊，而且罐头有的时候保质期过了以后会膨胀爆炸，它里头会有这个气体膨胀起来。黄桃罐头确认不错，是这样的。罐头是二战后就行了啊，好像是二战期间就开始有吧，就二战的时候开始有罐头。主要还是美国的食品工业化，是的。范老师以后要是再去松口寨的话啊，要去他们的老城里边的一家做鸡肝的店啊，那一大盘鸡肝，酱汁太好了啊，量足，一个女生足够吃3顿啊，配米饭太下饭了。
我对于鸡胗是比较热爱，但是鸡肝真的一般啊。我对于这种肝类的东西呢，猪肝什么这些东西我都不太爱吃。但是呢，鸭肝还行，鹅肝没吃过，那玩意儿太贵啊。我是很喜欢吃咸水鸭肝的啊，各种鸭肝我喜欢啊，但是实在是太不健康了啊，所以后来被老婆管控，不允许吃这个东西了。童年的回忆是橘子罐头和菠萝罐头啊，菠萝罐头我也吃过。麻烦讲讲这个，哎，又来了一遍。整个夏天都在吃黄桃罐头，主要是鲜黄桃太容易烂了啊。这个是，哎，我还没见过，哎，我好像见过鲜黄桃，但是我从来没吃过鲜黄桃。罐头的起源本质上是由于某些东西在以前没有办法做到反季节，同时物流条件也无法快速送达。其实罐头是在那个时候做的这种防腐手段还是做的很好的啊，就是，他们叫隔水高温加热，先做密封啊，然后做隔水高温加热消毒，然后可以保存很久啊。这个还是这个在密封技术比较强了以后啊，是比较流行的。我经常在 YouTube 上看到一些，我不知道是乌克兰人还是俄罗斯人做这种，就是罐头炖肉啊，他们是那种玻璃罐头，下头是一玻璃罐然后上头呢是也可以拧紧的这种，就是那种铁的那种盖啊，拧完了以后是密封的。然后呢，把这个肉切成这个1寸见方的块应该是牛肉，搁在里头以后呢，这个就是完全密封起来，搁一个大锅，然后把这个拧好的罐搁里头煮，煮完了以后呢，这个这个罐呢就不能打开了啊，就是可以放很久。然后什么时候吃呢？什么时候开一罐，然后就相当于是自制罐头啊，这个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看着很解压啊，很爽的一个过程。番茄罐头之类啊，之所以好吃，是因为等它熟透了才采摘装罐的，好吧？正经饭店后厨占店面1/3，这个叫什么呢？咱们别讲正不正经啊，这个西贝呢肯定没有那么大的后厨啊。现在餐厅就是大型加热中心啊，是这样的。当然也没有啊，像很多的真说到馆子里去吃这种叫苍蝇馆子呀什么的，苍蝇馆子这词儿好像是从四川那边传起来的吧？啊，那个就真的是在路边给你爆炒，那看着巨爽。西贝的厨师，与其说是厨师，不如这个说是厨工啊，这个可以算是厨工吧。罗老师不忘初心，回归本行了啊，是这样的。这个 iPhone 16 Pro，但还是大陆激，还能大陆激活境外的 eSIM，在以后就不行了啊，以后都不允许了。这个吃货酸味儿的，酸味嘛，什么意思？糖醋水泡的这个各种水果啊，这个我是不吃的啊，这个我是不怎么吃的，没证据，没有信息来源，别瞎说。那我说了你怎么着吧？对吧？我觉得他是干了这么个事情，对吧？这是我个人的认知啊，然后又能怎么样呢？对吧？然后你就觉得这个罗永浩被冤枉死了，对吧？你到底想干嘛？这是一个这个锤粉是吧？没问题。罗永浩这个高风亮节啊，从来不需要去蹭任何热度，对吧？人家流量自然来了，钦佩的五体投地，行了吧？这个还能怎么着？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中国、日本同样的饮食，糖尿病差别那么大了，就是因为国内的菜太下饭了，日本一道下饭的菜都没有，就连日本的麻婆豆腐都不下饭，这个真不是啊。我在日本吃过他们的很多菜都巨咸无比，你比如说他们吃那种，有一次去吃这个什么番茄拉面，那番茄汤又咸又酸，然后还配了碗米饭啊，就是吃完拉面给了碗米饭，然后最后拿那个番茄汤去配那个米饭吃，还是觉得很咸啊。
他们这个下不下饭，其实关键是看你吃多少盐。俄国人现在还很多罐头，鱼肉、鱼子酱、牛肉啊，俄国人的红肠其实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罐头，巨咸。这个还真没吃过正宗的俄国红肠啊，盖子不会拧紧啊，不然会爆啊。那我估计是这样的，就是它拿出来以后会把它拧紧啊，是这个不能等放凉啊，等放凉再拧紧，这个空气不就进去了吗？那就不密封了，它就没办法去保鲜了啊。罗永浩需要流量，不代表这件事情是罗永浩计划好的，有意为之。如果罗永浩需要流量，为什么现在不继续打下去？为什么休战了？这个咱们如果恶意的去揣测罗永浩的话，那可能他拿钱了呗，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对吧？这还有什么问题吗？这个贾国龙自己自杀了一把，而且贾国龙这个人是这样啊，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能屈能伸的。虽然是很自我为中心啊，但是以前每次涨价完了出来就道歉也是他呀，对吧？虽然在公司里边可能当个跟土皇帝似的啊，没有任何人在他面前去说任何真话，但是呢，他如果发现不行了，他也会能屈能伸的啊，该给钱的时候人会给钱。罗永浩呢，再怎么着是一个吃开口饭的人，这事儿你不反对吧？对吧？人家现在是做这个直播带货，做什么这玩意儿？那有人愿意给钱，而且罗永浩卖了大量吃的东西。贾国龙好歹也是这个餐饮协会的一个副理事长，曾经当过吧，对吧？那有人找到罗永浩，有人愿意给钱，这个而且现在这事儿已经不需要罗永浩说任何话了，对吧？这贾国龙自己能把自己折腾这烂摊子收拾起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对吧？到这种时候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不挺好的吗？对吧？你这有什么问题吗？咱们大家都是在这瞎猜，我也承认我在这瞎猜了，对吧？那咱们看谁猜的合理呗，对吧？这个我觉得我猜的挺合理的啊，我也承认我猜的，对吧？没毛病吧？过段时间啊，华强北应该能破解支持境外 eSIM 吧？这个还真不一定有人敢干啊，因为你这个事儿干完了以后的话会被抓的啊，这玩意儿跟帮助人翻墙是一个道理啊，它跟原来这个把这个 eSIM 机器改 SIM 卡这个还不太一样啊，你这个破解的话绝对会被抓的。港版的 iPhone 拿到国内无法激活 eSIM 是怎么实现的？如果挂梯子呢？挂梯子也不行啊，因为你激活 eSIM 的过程是需要开定位的啊。苹果已经承诺了，只要在中国境内开 eSIM 一定要开定位啊。那么你这个这个叫什么呢？你定位是定不过去的，你开VPN 也没用啊，你是 GPS 是定不过去的。而且他们现在讲的是这样，就是咱们在国内的这个手机上呢，装了一个根证书在里头啊，然后呢，他们在国外的 eSIM 是没有这个根证书，根本压根验证不过去啊，他们大概是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呢，这个事情我问 ChatGPT 呢，他告诉我说，这个事儿没有证据啊，就是没有一个公开确认的事情，但是国内现在这么传。贾一凡同学，放松放松，大家就是来听故事的，就是来听故事的呀。这个罗永浩就是这个，你也没必要说他卑鄙，对吧？这个卑劣也没必要。他呢，就是我一直觉得是挣钱这件事啊不丢人啊，这个你用各种手段去挣钱都不丢人。我从来不认为挣钱呀，这个薅羊毛啊、蹭流量啊这事丢人。你看我现在不也干这事了吗？对吧？罗永浩去骂了这个谁了，骂了贾国龙了，然后成热点了，我也赶快蹭啊，对吧？这事丢人吗？这不丢人，对吧？罗永浩呢，在很多地方其实是值得大家钦佩的啊，他只是做产品这件事呢稍微差一点，对吧？而且呢，选方向这一块事儿呢，原来我们也做过，就是我其实录了好多骂罗永浩的节目啊，但是我其实并不讨厌这个人，也不认识他，就是在线下我其实是不认识他，我虽然认识那个。就是经常骂他那个刚叔啊，这个就是给了他钱，最后这个起诉他啊，这哥们我是认识的，然后在线下还聊过，还录过节目跟大家去讲这个罗永浩这个《甄嬛传》是假《甄嬛传》这个事儿啊。但是呢，我并不是特别讨厌罗永浩这个人啊，就是他，比如说作为一个网红啊，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啊，作为一个直播带货的人，我觉得呢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没有任何问题。
做产品的事情上来说呢，我们是非常认真的去研究过罗永浩的产品的啊，就是当时罗永浩发锤子手机的时候，我们是全体要一起去看发布会，而且还要把手机买回来，所有的功能都要去拆解，然后要开会讨论的，对吧？这个事情呢，反正有不同的认知吧，有些人就特别喜欢的，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这个只是我们从这个专业做产品的角度上来说呢。觉得呢，它还是有一点点欠缺的吧。至于说选方向这个事儿呢，这个罗永浩确实是有点怎么说呢，有点鸡贼啊，就是他都是把别人已经做的比较成熟的方向，然后拿过去做。那么他自己呢，又不是一个可以跟人去拼执行力、拼细节的这么一个人，对吧？这个很多的这种产品的构思呢，其实是更多的来自于臆想啊，就是我觉得应该这样，我觉得应该那样，啊，这是当时我们聚集了很多产品经理一起讨论的一个结果啊，不是我自己来的，对吧？然后这个导致什么呢？就是他会做很多看起来很有道理的东西，对吧？然后这个在普遍的这个使用的过程中呢，其实是会被验证有问题的。难吃也不能咸啊，这个什么意思？没看懂啊。日本糖尿病发病率以世界前列，其实它已经比较靠后了。这个古田制药为什么在糖尿病药物研发方面这么厉害？跟日本大量的糖尿病人的这个存在还是不可分割的。它其实不算高，真不算高。这个怎么这么轴呢？哎，这个其实没有了，就是有很多人他叫信仰这件事啊，他没办法。真不行的话，大不了跑香港去激活这个啊，就是实在不行就去香港激活，顺便搞几张港卡。手机贩子会贴心的帮忙先激活再发货，啊，这个事儿都是有问题的啊，就是你原来比如量比较小，其实还行，你这个现在你到淘宝上去搜啊，境外的卡现在其实已经不是很多了。啊，这块是打得很厉害的。eSIM 破解可能涉嫌违法啊，它不是违反国安法，违反的叫就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啊，这个事儿是不要碰的。啊，给点错了啊，下观众的评论给误点隐藏了啊，没事没事，我这儿应该能看到。老范和那位什么同学想错了啊，我不是锤粉，也不是老罗粉啊，我是主张不能随便扣帽子啊。其实呢是这样，就是你看这频道的名字叫什么，你看过没有？这个频道呢叫老范讲故事，对吧？老范不是念新闻的，老范也没有在这教你上课的。既然讲故事呢，我也承认说我这里头有很多东西没有那么大的这个什么，咱们就是来讲故事聊天的，对吧？你如果要求我所有东西必须验证了，然后有人盖了章才能讲的话，那个您建议啊，这个出门右转听点别人的，对吧？比如说去听一些那种拍着胸脯说信我者得永生的人啊，那些人啊，他们的东西是不是这个经过验证咱不知道，但是呢，人家是拍着胸脯说我说的都是对的，对吧？老范从来不说自己说的都是对的，也从来不说我这东西都是经过验证的，对吧？这个您爱听听，不爱听的我们也没什么办法。这就是这么风格的一个频道啊，大家就是来闲聊天的。我也不在意罗永浩啊，这个其实罗永浩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钦佩的啊，这个咱们要讲清楚啊。这个就好多人老觉得我讨厌罗永浩，从来没有过啊，从来没有过。这个我还是很钦佩他有一些能力的啊。这个老罗以往的行为逻辑就是，流量标的啊，这个倒也不一定。其实有些人呢，怎么说呢，他就属于自带流量属性，对吧？只能说目标定位和出手的程度做得太好了，和他当年做手机定位消费群体一样啊。可惜他不是一个踏实的人啊，倒不是这个倒不能这么讲啊，就是老罗能够把锤子手机做出来，还推了几版，其实已经很踏实了。我们见过很多人就是做了 PPT，这什么都做不出来这种啊，我们是见过的。老罗呢，就是他确确实实还能把东西做出来，但是呢，他有太多的东西吧，是这个叫什么呢？就是
他会臆想啊，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那我就一定要这样去做，而且他执行力还挺强，对吧？整一帮人去执行去，这个最后呢也都把东西做出来了，但是呢，就是他有的时候他不太愿意妥协啊，这个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啊。所以为什么我说他比较适合做脱口秀呢？就是脱口秀的这种东西啊，或者说这种做流量圈呢，它的验证周期很短啊。验证周期短呢，你发现行就干，不行呢，咱就赶快换方向。你一旦说我要去做手机啊，或者我要去做 AI，我要去做 AR，然后闭着门做4年，这个事儿它不适合他，对吧？他这种就是，你需要经常验证、经常去反复、经常调整的一个人啊。他其实比较擅长干这个，他在这块呢要比我们大部分人要做的都好。但你一说，哎，我们现在关起门来啊，我要闭门造车4年，然后做出一个 AR 来，我要颠覆世界，那这事儿就完了啊！因为他呢脑子很活跃啊，这个又想了很多这个有的没的东西，做完了以后呢，他就很容易累积这种叫做累积误差，对吧？他这种其实怎么说，他说服力很强吧，别人也没法说服他。你一旦关起门来呢，他就封闭了啊，那最后做出来的东西就没法看了。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他不太懂技术啊，就是他不懂技术的人，你要想去招聘到足够好的技术团队，然后呢又没有任何自主权吧，因为他自己很强势嘛，所以给他干活的人都没有任何自主权，对吧？那最后做出来的东西呢就不可能好用，对吧？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老罗这种换到古时候弄不好是一个门派的创始人啊，这个其实不太容易。就是有些人就比较擅长做这种就是短验证周期的事情啊，就老罗就属于这样的人。这就拒绝沟通了啊？没有啊，我们不是挺擅长沟通的吗？这个你只要能够接受说我们讲的东西有可能有错，错了我还接着讲，这个事儿呢，咱们就愿意继续沟通。你一定要要求我说不验证了不许说的话，那我就没法跟你沟通了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也不是立那人设的吧，有些人立那人设说我讲的东西都是真的啊，信我者得永生啊，那这个您就比较适合听他们的节目，对吧？不太适合听我的节目。不是的啊，手机如果这个敢破 eSIM 啊，用的人不一定老实啊，这就有可能牵连，风险很大。哎，这个是真的。给你们讲2个稍微的这个世态炎凉的故事吧。有一个故事说是在这个咖啡店里哈，这个招了个小姑娘，然后呢一不小心呢被罚了5000块钱啊，什么原因呢？有人呢到咖啡店里就说你能不能给我杯水啊？这个帮我打杯纯净水啊！这个小姑娘就给人打了一杯，打完了以后呢，这个人家说你能不能帮我把它盖上啊？人家小姑娘就给他加了个盖给盖上了，然后他把这杯水拿走了去化验去了，说你这个呢是有问题的啊，而且因为你盖了并没有密封嘛，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事都不知道，所以在咖啡店里你找人要水的时候呢，人家可以给你也可以不给你，而且给你的时候绝对不加盖啊，因为一旦加了盖以后，你就可以拿去化验。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现在所有的咖啡店都在培训说，如果有人找你要咖啡啊，这是咱们正常出品的东西，你要密封好了，什么整给人家没毛病。奶茶也是这样的，但是找你要一杯水，记住了，你可以给他打，但是呢，绝对不能给他盖儿啊！一旦给他盖儿了，这事儿就讲不清楚了啊！所以这是国内的一个比较奇葩的情况。另外一个故事是什么呢？说有人啊到蜜雪冰城点外卖，点外卖的人说，哎，我这个手啊扭伤了啊，请你多给我点冰块，我要去冷敷一下。然后呢，这个蜜雪冰城的店员呢是经过培训的，就坚决不给他，说我不能给你冰块。但如果你在蜜雪冰城点这个，比如奶昔啊、冰激凌这些东西呢，他会在袋子里给你加冰块啊，就是一个这个保温袋，然后里头是冰块，然后再往里头是这个冰冻的这个饮品啊，本身就有，但是区别在哪儿呢？区别就在于你写了说我是扭伤了，我是要用来做冷敷的，你写了这个了啊，你一旦是给了他了，他就可以拿去做化验，说你这个没有医疗资质，没有什么东西啊。你如果说我就是这个点了个冷的东西啊，你没有写任何要求，你拿到冰块，他是不能拿去做化验，不能举报你的啊。但是你如果写了我要去做冷敷啊，那么这个事儿他就可以去举报你了。
然后呢，发现这个人呢，没有得到蜜雪冰城的冰块以后，他就换了一家蜜雪冰城的店，接着同样的剂量接着弄，然后大概换了3、4家店，因为蜜雪冰城后头的后台是通的嘛，就把这事儿发现了。然后呢，大家都不给他冰块，然后这哥们儿还跑到这个抖音啊、小红书上去骂街啊，说蜜雪冰城的人一点的这个叫什么呢？一点同情心都没有，我就要点冰块，怎么了？对吧？你怎么就不能给我？又不值钱，对吧？然后一帮人就下来骂他，说你这种坏人啊，又坏又狠的人，对吧？我们都知道你是什么心思，你啥别说，你别跟人说你做冷敷，你要点冰块，人家给你了，对吧？你非说你这个要有一个医疗用途，你要去做冷敷，那谁敢给你啊？给你就算是医疗辅助了，对吧？这事儿是不能干的。现在中国的社会就已经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了，你咋办？对吧？你就没法办。好，继续啊，京东经常给我推送境外手机卡和情侣这个情趣用品啊，那这个你是不是经常在这个境外使用京东啊？不应该是谁不该说什么话，而是应该谁都可以说什么话，但是爱听听，不爱听可以不听，是这样的。这个但是这样，就是你比如说我今儿啊拍着胸脯说老范已经这个查验清楚了，这事是真的啊，你们只管听啊。那这个如果我说错了，那咱得认，对吧？我也经常出来承认错误，这个听多的人会发现的啊。也有很多人在那个评论区里给我写，哎，你哪说错了啊？这个不是这样的啊，那我就出来承认错误，这不丢人，对吧？这个，但是你说，哎，你没有证据，你就没有权利说啊，或者说你配吗？啊，这种我们都是说你是配钥匙的吗？对吧？上来就是你配吗？你配吗？啊，这种是绝对要骂回去，没什么好说的啊。这个老罗锤子手机最大的问题是老是在一些非常刁钻的角度发猛力啊，是这样的，就是他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老罗自己臆想出来的这些需求，而这些需求啊，就是你去想没问题，像我们的产品经理也想，一开始看到他比如说那个短信追回啊这样的功能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挺神奇的。但是呢，我们不会说一拍脑袋说，哎呀，我想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功能，我就要赶快把它做出来。我们不会干这个事儿。我们正常的做法是什么呢？我们想到了这样一个功能以后，我们会去做测试，做各种 A/B 测试，然后呢，找到了这个最好的点啊。如果发现 A/B 测试了以后，这个事情并没有那么吸引人啊，或者数据没有那么好的话，我们可能就不做了啊。我们是这样来去工作的。他自己想，然后又不去做测试，然后呢，也没有一个科学的方法论，还不听别人劝，这个就比较适合做这种短期验证的东西，因为你一旦长期了，就会出问题啊。老罗的产品讲故事能力强啊，但是产品市场定位不行，因为他不验证嘛，对吧？他也不听别人的，那你怎么市场验证？老范可以试试看啊，用玻璃罐头做干酱啊，这个干这个东西我其实不是那么喜欢，也没有那么健康。麦当劳送冰块都是用一个空杯子装半杯啊，不封口，这个都是这样的，这都是吃过亏被人举报过了以后才有的啊。知乎上90%都是挺老罗的啊，这个我觉得呢，这看什么事儿啊？老罗这件事儿呢，我觉得做的还挺好的，对吧？我从来是叫论迹不论心啊，就是你干这事儿干成了就行了，我从来不关心你为什么干这个事儿。对吧？而且就算是你想蹭流量干了这个事儿，我也不觉得丢人啊。你要让我有这能力，我能够找到这么好定位，我去蹭去，我也干啊。我从来不觉得这是一个丢人的事儿啊。这个上边这个1万讲就觉得这事儿好像是对老罗的莫大侮辱了啊，这个真不是。我觉得是这个角度刁钻选得好啊，这个我羡慕还羡慕不来呢。做功能很简单啊，长期维护很难。其实呢，长期维护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怎么在功能上做出花来啊？要这个把细节做好，这个其实挺难的。好了啊，这个我们聊了1个多小时，也就100来人吧，这个也行。我发现最近好像真的是分配的流量很少，这个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了。我们下个礼拜咱们继续啊。说老罗是这个居其位，就是论心吧，这个没问题啊。
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呀，这个我很钦佩老罗能够找到他狙击的这个点啊，我也想狙击，我只是没这能力而已啊，这个很羡慕，没毛病。而且老罗到底是不是这个有意狙击，其实我并没那么在意，对吧？其实我告诉你，好多的这种热点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他们叫什么来着？那个叫应该叫家具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啊，应该这样讲是比较合适的。老罗呢，可能碰上这么个事儿啊，碰完了以后发现，哎，还有这么个事儿呢，那赶快上啊！老罗每年碰上的事儿多去了啊，然后呢，发现这个事儿有流量，我们要接着上；那个事儿没流量，拉倒了，对吧？这样解释，你是不是觉得开心一点点了？对吧？咱们就是要这个提供情绪价值啊，按摩的每一个人都好开心就可以了。这个老罗讲故事，这个确实强啊，这个还是要佩服的啊，把成都的政府投资部门，打动了投资。哎呀，这个倒不能这么讲。老罗的那个原来发布会我们是都看的啊，而且是要组织看的，看完了要做笔记的啊。这个老罗的发布会是看到我们以前很多那个产品经理或者坐在那儿哭的啊，就是我们当时很多的产品经理是老罗所有手机都要买啊，买完了以后那个真的是每次发布会坐在现场哭啊，买票进去哭去啊，他是这样的一个这个能力啊，就是老罗早期的发布会，包括他那个就是没有做手机之前的那些演讲我都看了啊，这个确实还是值得学习的啊，每个人的这个出发点不一样而已。我是看了老范之前讲的 AI 泡沫那一期，闻着味儿过来的，好吧？这个，哎呀，这个你们要谁立下雄心壮志，把老范的节目都看一遍啊，也是一个比较难以实现的这个目标啊，因为现在也有好几千期节目了，这个反正呢，每过一段时间都会有新的观众加入吧，然后，老范的节目就是这样啊，就是我说的东西呢。有很多没有经过验证的东西啊，然后你觉得啊这个事情没有经过验证就不许说啊，那这个咱就别听了就完事儿了啊。我呢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啊，然后呢对每一个事情呢做一个大致的猜测啊，这个咱们要承认啊，就是你说我有没有证据？没有啊，咱明确告诉你没有。这个同意老范对老罗这次的看法，老罗就是想博一波流量，我们只需要吃瓜就行了。哎，这个怎么说呢？我并不认为老罗博到这一波流量就丢人了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哥们儿就觉得，我们说老罗博流量这个事儿就是污蔑老罗，老罗就这事儿活不下去了。这个我真不这么想啊，感觉除了会员啊，我应该看完了啊，这个那充个会员呗。其实我跳过了不少期节目啊，讲到跟人文主义相关的，我都肯定跳过。我应该不怎么讲人文了。远古视频我没看啊，这个其实远古视频也没什么好看的，因为我的节目很多还是时效性很强的啊，去看那些呢也没什么意思。当然你说晚上睡不着觉啊，听一期这个助眠一下没毛病啊，但是这个并不是说请大家都要去看一下啊，这个咱还没有这个本事。好啊，这个不跟大家瞎聊了啊，咱们药盒也装完了，然后也差不太多了，咱们今天就到这里啊，大家下周好好的上班。在结束之前呢，再讲一下啊，这个礼拜二晚上啊，应该是咱们的礼拜三早晨会知道降息的信息啊，然后呢，我自己已经被吓到了啊，所以我去调仓了，这个向稳健型调了一点。然后如果是降息了以后，股市跌了，我就会去调回来补仓啊。如果股市涨了呢，我就认了啊，然后再稍微看一看，等什么时候这个科技股回调的时候，我会重新去补仓啊，大概是这样的啊。但是本频道不做投资意见和建议啊，只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自己是怎么干的，对吧？这个以及呢，我现在确实是有一点点害怕。对，这个我看我也同意论迹不论心，所以过来请教是否有证据和信息来源。
早告诉你没有了嘛，对吧？这个你咋就没完没了的呢？没看到直播一般，都是当播客，好吧？当播客也挺好的。像我的，吃药直播，还有这个叫什么直播呢？这个读屏直播都会转成播客的啊，这个最后都会转成播客的。有些可以人文可以交流啊，这个不同角度看的那些啊，我就会跳过啊。我有的时候也不会太接受流量思维啊，这个对我有时候是流量思维比较中毒深的那种人啊。我觉得一切皆流量，这个事儿呢，可能也是有点走火入魔吧，这个就不跟大家细究了。好了好了，真的要结束了啊！再见再见再见，我也要睡觉了。结束直播。